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伊朗食堂的编剧豪哥。什么？那些无聊的剧情就是你写的吗？正是我。伊朗食堂从上传第一支影片以来，已经差不多有2个月了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伊朗食堂的支持，虽然进度是有点慢，不过这就代表我们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。我们会继续加油的。其实，在我们的第一支剧情类影片《缺乏自信怎么办》之前，我们还有一支影片是配合树下面一起拍的，主题叫做“面对压力”。可是因为那是我们的第一次拍摄，也是我第一次写剧本，所以搞到后来的成品，我们都一致认同不能上传，因为太糟糕了。我们也对那天的演员阿慈感到非常抱歉。OK， 说了那么多，我们就来请我们的演员来讲述一下他们所主演的剧情有什么看法。对于这支影片没有上，其实我有点小失望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大家还记得第一部影片应该是没有看到我。其实那时候，我是花了蛮长的时间在这里，但是因为是第一次拍摄，所以也明白啦，就是大家都有不熟悉的时候，所以难免都会有一点小失败咯。没有关系，虽然没有我的影片没有不用紧，我不重要，但是最重要是伊朗食堂可以做好，那是最好的事情。面对压力哈。其实，在拍这部影片，第一支影片我接到的时候，我就非常压力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编剧，我觉得还一直针对我，还一直针对我的肥胖问题，这对我来讲是有一点压力啦。没有啦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中都有很多压力，然后是看我们自己要怎么面对，然后去解决，然后去消化，而不要造成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人。他们就是因为压力，然后不开心，然后去自杀。尤其是在韩国，很多韩国的明星都面临，就是会看到很多自杀的那些现象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他们不懂得说出来，也不懂得释放自己，然后又一直压抑着自己，所以。我是觉得，在这个事件上啊，就让我觉得我们有什么事情的话，就应该跟身边的人诉说，用自己舒服的方式去跟他疏通出来，那我们的人生才不会到自杀的那一种情面。我的话还好，样子长得比较帅，不是。OK， 因为我工作环境会比较少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这个内容我觉得很好，就是我觉得做什么事情都一样，就是可能你缺乏信心的在一件事情上面的时候，就要多做学习和努力啦。一旦你有多学习，然后你就可以累积经验，就做起来这件事情做起来会比较得心应手。也会比较有自信，这样子咯。就像短片里小兰所说的，可能我们只是看到事情的一面，所以也不像当事人，我们也不知道他经历过什么，所以还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那种感受和那种心情吧。所以我觉得这影片还蛮有启发的。这里我要说一下，那个短片里的流浪汉是真的很专业，不是，对，真的很专业。然后如果说对他们的看法的话，在演完这一集之前，可能我跟短片里的自己的想法可能是一样的。为什么一个好好的人需要到处讨钱来维持自己的生活？当我演完这一集过后，我会觉得，可能他们都在寻找一个可以让自己站起来的机会，我们就尽可能给予我们能帮助的吧。我个人是觉得应该是思想方面的问题吧，因为对我来说，他们也是用自己的一个方式在生活，所以你说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在互联网上面看到的短片，就是因为我们透过他们，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社会还是有很多好心人会雪中送炭，我觉得还是很暖心的一件事情，就是看到那些短片的当下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不会因为少了谁而改变什么。
剧情内容啊，我拍摄了过后，我看了这剧本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很多事情不是理所当然，尤其是会想到以前就是妈妈那一块，因为我们往往就是妈妈叫我起床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，哇，妈妈帮我煮好饭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，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就是用一颗感恩的心，其实妈妈做这些不是理所当然的，她是抚养我们长大，但是我们从来就是没有想过，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回报他们的。就我觉得这一点需要很多事情，就是尤其是在演这剧本的时候，会让我想到就是回想，就是为我之前的一些可能做的不好的，然后我可以把它继续做得更好。所以我觉得参与拍摄，可以让我更加的成长，然后会去反思很多事情。对于幸福，我觉得满足、知足，然后幸福就是有身边的人，就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都平安健康。那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幸福，因为健康真的是很重要。关于编剧这一件事情呢，我又要再讲回他宠我肥吧。没有啦，开玩笑。他让我感受到我跟我老公的爱。就是读了这个剧本过后，读剧本其实感觉就是你感觉不到什么，但是当影片出来，你再看回去，真的感觉不一样。为什么？你会更完整的了解到整个故事内容。所以我看回去的时候，我的想法就是，其实这个社会离婚率越来越高，然后很多人就是忘记，就是我们为什么之前相爱，反而就是可能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沟通上的问题，就是两个人如果没有沟通，其实往往会有很多摩擦，尤其是很冷战，大家应该懂吧？就是可能有时候我生气，然后你又不知道我在生气什么，然后你就会然后两个人就是互相猜忌啊，那个真的是会发生很不好的效果啊，就是会导致两个人越来越远。就两个人要好好沟通，然后了解彼此。要很多我们在生活上的细节啊，相处上，我们都应该好好去观察对方。来喝水又要喝水呀、这边地效应很好，我从来没有想过。肯定会有这样子的 moment 啊！我们来问一下我另外一半，看还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过。来，过来。Hello， 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过？没有男生这一块更要度量要更大一点。这我承认。有时候我有点小姐脾气，他都算了咯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要看我。那想你的，要喝水吗？不要。边际效应哦。对于这个编剧，我有点不满意啊，因为我很不满意他讲我的头发在模仿某个足球明星。我觉得人多的地方通常都会有吧。就如果自己觉得对的事情，就是坚持。毕竟给你负面评语的人，通常都是妒忌羡慕你的，就像我的颜值一样，通常也会收到负面的评语。负面。OK， 这样子，你觉得你像 David Beckham 的头吗？不想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要。又到我了。关于这支影片，别被标签化，完全就是在诉说我自己的故事。小时候因为患有社交恐惧症，长辈们都会对我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样子，长大后要怎么在这社会上混？”所以小时候的我就觉得自己很没用，真怕有一天如果我妈不在我身边了，我就完蛋了。不过幸好在这一路上有很多贵人指点，然后我妈也不断的在鼓励我，推我出去，跌跌撞撞，才会有现在的我。虽然我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但我知道我是在这成长的道路上迈进的，不应该自我否定。你对我们一兰食堂第1季的内容有什么想法或者意见吗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。
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动态。我们下期见，拜。